欢迎回到 Ben 桑日本漫谈，一起品味日本。其实我蛮怕一种讯息的，大概都是朋友在晚上发给我。Ben 桑，房仲传这个在东京的物件给我，投报率有6%哎，这个物件已经有房客在住了，没有空窗期，稳定爽爽收租。房仲说他们特别为海外的投资客推出安心保障，保证30年租金收入。提供这种投资建议，赚钱肯定是不会分我的，但是作为朋友呢，又怕他们赔钱。我干脆来做一集，虽然做完这一集，在日本的华人不动产中介一定会恨我，让他们少赚好几个亿。不过我真心觉得用资讯差来圈钱实在不太道德。这集我会用实际在市场上遇到的资讯搭配2个真实案例。听完这集，很大概率可以帮你或你的朋友避开几百万台币起跳的地雷，顺利的话还可以赚一笔。重点是影片也不收钱，只卑微的求求大家，能不能先帮忙按个赞呢？说到赚钱，先问大家，买房子为什么可以赚钱？其实不外乎2种，一种是持有期间的租金收入，另外一种就是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，白话说就是卖掉以后的价差。我们华人圈有土私有财的观念根深蒂固，这几年不动产炒作过头，房价被炒得太高，但反映实际经济力的租金却远远跟不上。讲租金收入，大家这几年在台北应该很少听到有人想大规模进场当包租公、包租婆的吧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没有赚头啊！比方说台北买了台币3000万的房子，1个月收5万块租金，1年才60万，换算成投报率，1年满租也才2%，还不算各种税、维护成本，还有租客的空窗期，所以算一算，说不定只有1%。这个1%还没有扣掉资金成本，如果是贷款，总是要付利息的吧？这么大一笔资金卡在那里，还搞那么多事，投报率还不如定存，哪个冤大头会没事找事？所以大家脑筋动得很快。台北没赚头，那就去其他国家投资房地产嘛。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大多数台湾人喜欢的地方，而且经历过不动产泡沫，现在房市也不会大起大落，就当作是稳定投资。特别是某某房屋到日本插旗以后，加上许多华人不动产中介也看到这块市场，很积极的向华人营业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先抛开这2年联准会的大水漫灌，一直以来在日本房市要赚资本利得，黑的不扣零嘛。所以在绝大多数的钓竿上挂着的都是稳定收租这样的餌。当然，不动产是很吃物件的状况，而且每个物件都不太一样。不过整体来说，现在入场在东京的租金收入，只要跟你说会超过5%的，超过的越多就要越当心。我有一个台湾人朋友，很勤俭刻苦，自己在台北租房子也小存了一笔钱。他跟我说，他的梦想是在台北买不起，我就要到东京当房东。他那一天就丢了几个在东京的物件给我，说是房仲推荐他的。这边大家要认真听一下，台湾小资族最爱的投资型小套房。我看一下物件，先说为了保护朋友，这些是示意物件One room 也就是套房带简易厨房的房型，价钱大概是1200万日币，室内有21平米，大概是6平多，还带一个2平米的阳台，可以晒晒衣服。格局、采光都不坏，走路到 JR 的新大久保站大概5分钟。新奈镇的建筑，走路10分钟内就有超市可以买菜。以一个套房来说，还算是不错，换成台币才200-300万啊。差就差在房子有点旧，1992年的房子，大概30几年的屋龄。你说还好吧？30几年在台北不算旧啊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我们在讨论东京的不动产。日本因为有都市再开发法，所以都市更新做得很彻底，基本上10几年的房子在东京就感觉很旧了。这种小资族最爱的投资型小套房，一般来说有3大风险。第一个，空租欠租的风险。这种小套房通常会来租的，大概也都是刚到东京的学生，或是经济相对弱势的群体。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。我刚开始在日本当学生的时候，也曾经在贫穷边缘，自然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多看或是低看谁一眼。只是单纯以出租投资来看，如果租客相对不稳定，比方说突然因为某些原因退租，在找到下一个租客以前就有很高的空租风险。另外就是因为日本的法律非常保障租客，短期的租金不缴纳，就算屋主想要终止租赁合约，手续也非常的繁复，其中就会衍生欠租风险。第二，高额的管理修缮跟设备老旧。就像我在东京买房的影片中提到的，日本的大规模修缮执行得非常彻底。买这些建筑年数比较高的小套房，很可能因为建物老旧，在大规模修缮的时候需要修缮的地方太多了，
导致于修缮基金不够支出，还要另外再掏一笔钱修缮。加上室内的设备老旧，很大的几率是需要更换内部的设备，比方说像排水管啊、空调啊、瓦斯炉啊、换气扇啊、热水器等等，还要面临像漏水等问题，都是额外的成本。第三，转手困难。除了前面提到的，日本因为都更做得好，所以一般来说中古物件的跌价也特别快。此外，像小套房这样的物件太普遍了，无处不在缺乏特色。比方说像 2LDK 以上的房型，在市场上定位就是家庭用，对于有成家需求的购物者就会有很大的吸引力。但是小套房的买卖投资的色彩非常浓厚，自住的需求很少，加上市面上相似的物件多到数不清，又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，所以相对不好卖。还在东京的时候，有好多类似的案例来找我贷款投资，故事听起来真的好诱人。比方说，我都不用出本金，只要从银行贷出一笔资金，就可以用我的名义盖一栋大楼来出租，一整栋的大厦在我的名下，瞬间我就从苦情爆肝上班族，要升名下有10几户的包租公 ，AKA 人生胜利组。那大家以后也不用叫我 Ben 桑了，请叫我 Ben 大地主就好。不过好歹我也是在 PwC 做诟病案的财务模型出身，还拿过康奈尔的不动产硕士。这里要科普一个观念，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的是，做财务模型的第一步绝对不是打开 Excel， 而是详细而确实的阅读各种契约和财务数字。建模型只是一种手段，重点是我们喂进去的资料 ，garbage in, garbage out。所以对我当时的工作来说，详细而确实的阅读各种契约和条件，远比各种模型建构还要重要。当我详细阅读这些诱人的包装后，就发现魔鬼藏在细节里。再来的这4个章节就是大家最常问我的题目，含金量很高，建议大家可以笔记一下重点。其中最好听的就是盖完以后不用担心，由不动产公司直接完全承租管理30年。Ben 桑只要躺着收租金就好。有这么好康的吗？我仔细读了读条款，由不动产公司直接完全承租管理不假，但是仔细看，每个月的收入要先扣掉管理费的10%，也就是我能够到手的就剩下90%。那也还行毕竟人家不动产公司是有做事，该给人家的还是要给嘛。不过越读下去越怪，完全承租管理是有写到，但仔细看，不是租赁期限30年，而是租赁期限上限30年。本频道的优质观众听到这里应该都傻眼了。不动产公司只是租赁期限最长可以到30年，而不是宣称的完全承租管理30年。而且还附加条款，每2年更新一次，所以完全无法预期何时会被不动产公司解除租赁契约。契约整体限制了我们作为房东解约的可能性。但是对于承租的不动产公司，解约的条件却相当宽松，这使得房东不止不利，也不稳定，真的要小心各种话术。空屋时的租金保证听起来让人很安心，但是通常写什么保证的，都要拿起放大镜看里面的细节。比方说，空屋时的租金保证听起来很像是租不出去的时候，作为房东的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动产业者给我们的租金补贴。这个常常在广告跟口号里面使用，不过里面却存在着业者的陷阱。原因有3个。第一，像上一题说的，租金收入还要扣除管理费，所以如果管理费是1成，作为房东的我们只能获得租金的9成。那有的合约呢，甚至管理费高达2成，那到手的就剩下8成了。第二，如果入住的情况不理想，不动产公司有权跟房东进行租金的斡旋，简单的说就是要降房租了。那这时候通常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房东的收入。另外，像这种空屋租金保证也都会有更新期，一般也都是2年。2年后如果不理想，不动产公司也有权解约的。第三，日本的租金市场在入住的时候都会有给房东一次性的礼金，契约的续约也会有更新流，所以市场的行情大概是1到2个月的房租。但是在这种租金保证的合约中，一次性的收入是属于不动产公司，也不会支付给房东。所以租金保证的契约实际上减少了不动产业者所承担的风险，更进一步压缩了房东的实际收入。许多不动产公司宣称说，我们可以代行租赁管理，让房东在海外也可以安心。
这听起来啊，实在很美好。不过，只是委托管理公司进行管理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安心。管理合约必须非常详细的阅读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公寓的清洁和检查都是有另外的有偿合约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另外要钱呐。而且，即使签订了清洁跟检查的合约，通常也只进行1个月1次的清洁，但实务上至少每周都要进行1次的巡视跟清扫，才能够维持公寓整体的整洁。特别是日本的租户对于环境的要求都比较高，完全交给管理公司处理的结果，可能导致周围的环境脏乱、杂草丛生。房东直接收到租户的抱怨，但根据合约，房东又没有办法做什么，只能摸摸鼻子，额外的请人清洁和检查。另一种极端是部分的管理公司对于房屋的清洁跟修缮非常热衷，会提出各种更换的建议。那人在海外的房东很可能在无法确认施工前后的状态下，或者仅仅从照片中的状况，就被迫支付额外的费用。像之前来找我提案的例子，就是从建设到后续的租赁管理一条龙的服务。这样的服务好像感觉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，但是业界常听到的是，建设公司跟这些不动产业者合作，可能让投资人，也就是我们房东支付比市场价格更高的建筑费用。而身为投资人的我们，如果为了建筑费用而负担巨额的贷款，之后又可能依照刚刚分享的各种情况，被迫不断降低租金和提高管理费用给不动产公司，那就真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了。最大的窘境是，想要断尾出场，但是过去的租赁状态并不好，那这个物件还未必能够容易卖掉。想要换掉租赁公司嘛，才发现，在日本法律，这种租赁合约要解除的难度极高。日本法律强烈保护房客，我们作为房东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才能够解除房客的租约。比方说自己想要用这个物件或是运营的状况不佳，这些理由并不足以合法解除租赁合约的。常常听到的是为了要换掉这些二房东的租赁管理公司，甚至另外要支付一笔利退料，也就是给二房东业者退偿的补偿金。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吧。本期不是要大家都别投资，只是提醒大家要三思。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如果都像房仲说的这么好赚，那这钱还轮得到我们来赚吗？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好投资，只有十足的好心态。想要了解更多日本不动产的基本知识，欢迎看本频道的另外一集，用我在东京的实际经验谈东京买房。如果觉得这集做得还不错，也请帮我们按赞，分享给更多的人，鼓励一下我们，一起对抗演算法，让 YouTube 上有更多含金量高的知识型内容，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。